沿路我们慢慢走，沿路也慢慢看这里美丽的风景，一路前往纽西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做皇后镇。Feels like lightning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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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哇，说起了皇后镇，说起了纽西兰区域的这个地方，它绝对是所有旅客一定非来朝圣不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所在拥有绝佳天然的美景哦，光这个景啊，这个景啊，给了过了8万呢。为什么哦？太天然、太自然了，尤其是这个 Queenstown， 你从缆车上面看下来的时候，我的天哪，真是美啊！悠闲的人们，纽西兰南岛奥塔哥地区的西南部是南岛旅游最重要的中心点度假胜地。龟虾西呢，围绕着一个湖，叫做呢瓦卡蒂普湖。瓦卡蒂普是一个消瘦的 S 型的湖，这附近呢被这些号称的南阿尔卑斯山所笼罩着喽，景色的变化非常多。皇后镇是奥塔哥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由于一些管理的理由，皇后镇通常都被视为是纽西兰南岛南区的一个部分。因为是旅游度假胜地的关系，皇后镇有非常多的餐厅、饭店等等。Skyline 更是皇后镇的重头戏喽。我们还要坐这个缆车呢，往上从山上往下看，看着整个山下，有如仙境一般的城市。旅游过程当中，你觉得呢？总是这样啊，戴上不同的眼镜看世界。你戴了红的，世界变红的；你戴了黄的，世界变黄的；你戴了快乐的眼镜看世界，世界是快乐的。了解不啊？如果你带着有色的眼光看任何东西，所有的色彩都将变成有颜色的。有很多的理由显示了皇后镇为何得名，最主要是当地的淘金者为了纪念当时的英国女王 Victoria， 取了这个名字是为了女王的健康。现在皇后镇
成了这个什么全纽西兰，甚至全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了。那皇后镇附近当然还有很多的城镇啊，还留有中国人在纽西兰淘金的遗迹 ，Chinatown 中国村。这说也怪啊，这个全世界的淘金呢，都有当时的中国人，可见的后晚清时期的中国有多么可怜啊！所有的人呢，都到了世界各国淘金。想当初，哇，先不谈这个了，前面这个美景呢，已经让人家醉了。整个 Skyline 上面还有一个景观餐厅，这个景观餐厅呢，先不管菜色有多不多，先不管东西你嚼了下没下，光坐在景观餐厅旁边的座位，这里在这位，这等的一点饱，因为这些景色就把你喂饱了啊。所以有时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啊，一样的自助餐，配上不一样的景色。这一餐的价值当然就略显不同喽，这样懂意思吗？当你换了一个方式，价值也就千变万化了。这就是我常在讲的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古迹上千年的古迹里面去吃个饭，它也是价值连城的。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样子、什么样的方式去看每一餐、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地方。我们上到了 Skyline 的景观餐厅你看呢，这个排得这么近，拍吃的为什么要拍吃的呢？我知道他们要表现出来的是，不要以为景观餐厅的菜都不好景观餐厅 Skyline 上面的景观餐厅的菜其实是非常好的应该是这个意思要表达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时候你刚好没吃饭呢，看了不就肚子饿？OK， 这里是皇后镇 Skyline 景观餐厅。我们在景观餐厅呢，享受这一餐。这一趟到东澳纽西兰2个国家的旅游大洋洲之旅，我们这一趟有特别安排了要来做什么？直升机所以据我所知，我们的婉婷跟我们的莫妮卡从一开始就不断的在寻找直升机因为天候不好所以呢有时候呢不能坐就开始在寻找哪边可以坐，哪边可以坐尽可能的满足大家难得来到这边这一趟在皇后镇风景呢截然不同截然不同。
你注意想想啦，我们从纽西兰的萤火虫洞，再走过这个景观公路，再到淘金等等呢，那我们呢还来到了这个皇后镇这里呢真的有太多看不完的景色。从皇后镇缆车上面的风景，看了下来它的自然风光然后之后呢再这样一路走过来其实很少有一个国家的行程呢可以像纽西兰这个样子既可以看峡湾，又可以看冰河，然后呢又有景观公路可以看。在欧洲除了北欧之外呢，我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那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讲纽西兰其实最大的是它的天然自然的风景了。这些自然的风景呢，真正走向呢是变成是纽西兰最吸引人的地方。而纽西兰其实呢，在当时的英国这个教招之下呢，其实呢，纽西兰曾经也参与了几次的战争你可以看得到有没有这个都是摆着英国的国旗，因为毕竟呢，以前呢，纽西兰也是被英国统治的一块地方所以呢，在整个纽西兰，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很多英国殖民所留下来的痕迹。但也许吧，因为殖民它的是英国所以其实纽西兰人并没有因为被英国殖民过而产生不愉悦、不愉快，甚至呢势不两立没有这个问题那在纵观世界上的历史来看你也会发现了一件事情发现被英国殖民过的地方大部分呢都不太会有很大的怨言甚至有时候还不太想离开他们，被他们殖民了这也有时候你说人这很奇怪，但其实你可以换那个立场去讲它更值得一说，就是呢，其实有时候殖民你的国家有没有一个，是不是一个远见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其实你说他殖民你与其说他殖民你，还不如说当时他是这里的总统的对等于是总统的对，一个管理你的国家与其说殖民，还不如说他就是你的国家，对吧？那所以呢，当时的执政者他管理他的国家，殖民他的总统做得很好，所以大部分。我发现很多让英国殖民过的国家，通常呢都不会特别的去排斥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还是一样在纽西兰的邮局Post Dutch 就是邮票然后这里面呢到底是 Victoria 呢，还是哪一位女皇，我其实也不晓得没有了纪念维多利亚皇后镇。我们看到哇。沿路左边这个都是鲁冰花话说这个库克山哇，纽西兰总是跟纯净画上了等号。纯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非常的干净好像没有经过人工很多的破坏这就是纯净的感觉走访它，我才真正懂得纽西兰纯净的清新与脱俗。在奥拉基库克山是世界最著名的风景区，在此看到了南阿尔卑斯山的怀抱，睡在银河星空里，白雪覆盖的尖峰，壮丽的峡湾
迷人的冰川、美丽的公路、纯净的环境。这里由基督山，基督城不是基督山，前往纽西兰最高山库克山。库克山的海拔3724公尺，需要超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绕完这一圈呢。在这里呢，我们一路沿着8号公路奔驰在8号公路上面，看过了蒂卡坡湖、普卡基湖等等，拉车，顿时之间，游车啊，看风景变成一种享受。车经过这个湖，经过这个山，水甲冻袂了。所以这就是上界无讲的背河砖80坡，这就是叫做库克山哦。这个库克山呢是真特殊的哈。库克山嘛有饭店哦，看它其中一间饭店尔哦。介绍库克山的非凡。历史上人类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正是纽西兰的探险家，叫做爱德蒙·希拉里在1951年首登圣母峰失败，1953年再次尝试成功登顶，变成了第一人。据说当年希拉里他就是住在哪里？住在这里的库克山呢，在这里训练攀登圣母峰的训练呢，让库克山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山峰其中一个。我说了，我们沿路，我知道这个团体沿路一直在找直升机可以起飞的地方，但皇天终于不负苦心人，我知道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做到了直升机。库克山国家公园最知名的也就是塔斯曼冰湖，它从18000年的冰河时期开始形成。不能往后走，对，从前面走。Look after your hat and any loose clothing you may have. It may flow away, okay? 你们的那个帽子哦。When you get in, do not touch the doors or windows. I will do the doors and windows for you. 你进去的时候门呢，窗户都不要动，都不能摸。Climb in, put your seatbelt on. 哦，我们系上安全带。And then your headset. 还有我们放的这个。Once you have done those two things, you may take photos, okay? 我们做完这个那个安全带、耳机之后，我们才可以拍照。The first aid kit is in the front. There's also a fire extinguisher in the front. Okay? Okay? 坐直升机啊，真的哈、这个体验啊，绝非一般能够比拟的哈、纽西兰其实可以坐直升机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个3-4个可以飞到不同的地方去看，但是呢，能够坐直升机呢，真的在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也是让你人生能够体会到不同感觉。从空中来看看，哇，真是美妙。如果当你旅游，你用了一种价钱去衡量它，很难，因为旅游常常不能用价值、价钱来去衡量它。我常在讲，你快乐吗？如果你快乐，如果你觉得很愉悦，你觉得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让你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那它才是真正最值得的。我们飞上山来看看库克山。
人都很高兴，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啊。为什么做直升机？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做直升机呢，就是会带给一种做送呀，所以我觉得好特别哦。有一次飞上去那种感觉我就说过，我请大家看这个地方有没有飞呢？别小看这个这飞一趟不便宜我一起抓呢我没有记错，200-300块美金跑不掉今晚咱来到这个更较没人的所在，这个所在叫做牧羊人教堂。你知道吗？重点不在它的教堂，重点在于在花季的时候，哇塞，它开启了满山的鲁冰花。纽西兰南岛的美，我个人认为是纯净的美。在这里，一座座的天然湖泊，像宝石一般的耀眼五颜六色的草花花草，足以代表的绵羊在纽西兰的地位蒂卡坡湖是南岛最有名的湖泊，没听闻过它的名字，肯定也从很多的明信片当中曾经看过它。它是南岛的第一大城基督城，前往过去大概3个小时的地方可以到达这个点。这个地方呢，公路两旁出现了一丛一丛的花团，就是鲁冰花。见到鲁冰花，也代表了离蒂卡坡湖不远了。蒂卡坡湖由冰川融化的水流夹杂着细碎粉末的这个研末流到了湖里，经过阳光的反射，呈现了奶蓝色。当地人说，蒂卡坡湖的颜色多变，每次来看它的颜色，都不一样嘞。数十年前一位当地的人认为沿路的景色若没有花朵，会过度的单调，于是突发奇想的撒下了鲁冰花的种子。这一撒，也撒出了南岛缤纷的夏天。外来的鲁冰花一度受到纽西兰环保人士的异议，但由于景色实在太美，反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客，在花季的时候来造访了南岛。一路往南进，约50公里车程，就可以看得到整个鲁冰花，实在是太美了，真的如果你看过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花海，你绝对不能错过鲁冰花的花海。鲁冰花什么时候来开始呢？每一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纽西兰的鲁冰花会争相开放。如果你问当地人哪里是最好，铁卡坡关于纽西兰的鲁冰花的来源，一定大家都知道。英国移民的热心，在这荒芜的公路撒下了种子，形成今时今日让旅客们能够看到的鲁冰花。我们来欣赏美丽的鲁冰花海，蒂卡坡湖皇后镇的牧羊人教堂。